第一集剪辑完了以后呢，我每天我都在拍摄，所以呢，这个更新就没有连续的上。那么第一集呢，讲到我们刚刚过境的地方。那么这一集呢，从过境的地方开始，我先记流水账，然后再来讲述每一集的专题，分专题讲解我在老挝的见解。那么刚到了老挝边境以后呢，这个老挝的移民局官员呢就要给我们办理入境。办理入境呢有好几个故事。第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填表，在那儿把我晾半天，但是最后还是给我办了，没收任何费用，我就过境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来自辽宁的大姐呢，她就在问我说：“小伙子该怎么填呢？”我就很好心的帮她填，填完了之后交到一个窗口去。由于她不太懂规矩，她就在曼谷找了个人，是做了她的纸质签，就是给她贴在护照上的那个签证页。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女的收她那个入境表格的那个女的非得要收她1万块钱，否则不让她入境。那没办法呢，只能给。我都好说歹说，说了也不行，就必须得给，给就给呗。然后就给了1万块钱，就给入境了相当于人民币也就是3块钱。入境之后呢，紧接着一个是打车，一个是买电话卡那么接着我们就看看买电话卡的事儿。挺整洁，这比泰国那边看着整洁。这一看就是有共产党作风。泰国那边脏兮兮的。说到买这个电话卡呢，就一过了边境呢，你就会看到有些地方在打广告，什么 Unitel Lao Telecom 然后呢，我一出境的时候，大家看到画面这个，我就看到了这个电话号码，它是 Lao Telecom 的，老挝电信的。这个它有很多档次，不同的时长，比如说30天100个 G。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待多久，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超长的，买了个30天的100个 G 的。因为我当时想着嘛，30天100个 G 也才500泰铢，也就是才100块人民币，我觉得不算贵，我就买了。但是实际上这是个大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实际上是个大坑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公司我在买之前，这个人告诉我是5G，我看旁边那个 Unitel 的广告也是5G，就是你装上去之后呢是 4.5G。其实我们知道哪有什么 4.5G 只有 4G 5G它就是 LTE 就是 4G。 我说我是搞通信的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就懒得跟他掰扯了Lao Telecom 它就只有 LTE 他们说这个是 4.5G。 然后关于这个通信的事儿呢，我后面做了一系列的调研，回头再跟大家说应该买什么。直到我走到 Vientiane 一个Lao Telecom 的营业厅里，我才看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。不知不觉这个车都回到这边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是觉得有点感觉方向感不太对，我还以为过桥的时候又过来了，结果不是，他是到这边才过来。现在就是满大街的中国车就在这儿交完钱了，很快就交完钱了，很快。然后紧接着就是打车，那个大姐呢要去高铁站呢，她去坐这个高铁到西双版纳，开始被人讹了1万块钱嘛，身上就只剩22万了。22万呢，就差不多就是70块钱。然后那哥们儿要价要25万去高铁站，我给他讲价，我还觉得自己挺牛逼，帮人讲到了22万。这个大姐就去了，大姐说那我去那边，我能不能把你带到你要的去嘛？人家感谢我嘛，又帮人填入境卡，又帮人那个聊这个什么价格的。然后结果那个人说去你要去的地儿，因为我要去泰国大使馆，
也得400块，400泰铢。哎，我这算下来又是80。哎呀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个能不能便宜点？他说不能便宜。他说你要不你自己网上找车。结果呢，你在关口的时候，这个吉姆奈呢可能是被喂养了，他让我去下一个软件叫 Loka。这个 Loka 下来呢，你打车你看他预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？那是37万多，我靠！我不知道是我当时看错了还是怎么着了，是3万，应该不会是3万，应该是37万多。那个人说那你就打我这个吧，我说行，我就打了。但是这2件事，一个帮大姐花那22万，还有我自己这个花这个400铢80块钱人民币去泰国使馆，这个事儿就是错的，现在看起来就是错的体无完肤，大家一定不要这么去做。我后面的节目会讲，你在边境过了第一大桥之后，你该怎么坐车。我全程为了同志们，我的观众们，我重新把这条路走了一遍啊，在后面的几集我会把它放出来。OK， 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呢，我就开始又问 Gemini， 结果他告诉我有另外一个软件叫 Coco 啊，然后这个软件呢，就是你可以打到3种车。大家现在画面里看到这个呢，就是这种电动3轮车，它还可以打老年代步车和正规的电动车，哎，这个就便宜了。在泰国使馆门口还有个韩国餐馆，电动嘟嘟车，29000吉普，我算了一下是42泰铢啊，到酒店还是不走了。怎么这么多韩国餐厅？开始还觉得中国餐厅多，到处都是中文。我的目标这2天要在这儿理个发，然后去做调研。哇，他走小路。ABC Coffee。但这个标志看着就像没有住泰国的银行标志，还有个泰国人，这又是个泰国人，什么灯？法式建筑还是很好看的啊，这种老的法式建筑可以的。出来觅个食，走一走。哎，我发现这个老挝的街头还是非常的 international。你看很多广告牌啊、宣传标语啊，都很国际化啊。这个小的街口还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。Mango 那儿有一个很著名的烂尾楼嘛，我开始都看到过了，就这么立起来。OK， 老挝国家文化宫，这是个什么单位？这个 OK You wanna hear me？ 这也是个 Boutique 跨的，感觉非常的像北汽的极狐，刚才那个绿的车，有很多法式的建筑。这边你看，就靠这边行车之后，这个明显欧洲的车多了起来，车的选择也多了起来。
哦，这是酒吧一条街。刚才那个比利时人跟我说的，德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。哎呦，这房子看着有特色啊！哎，真的有极狐，你看这还看到一辆吉利，这基本中国人的天下，这车估计卷不过来了，估计这个中国人可能咱们把这个东南亚的汽车市场占领个小一半，甚至一多半指日可待呀。马萨亚扎亚居酒屋，哎呀，可惜不喝酒了。我原来啊读这个越南的这个不是越南，读这个老挝的这个万象的这个名字啊，我老看着这个名字，你看像越南是吧 ？Vietnam 很像。我后来认真拼，发现这个读的是 Vietnam， 结果直到今天有一个正宗的说法文的人跟我讲，这就读 Vietnam 啊，万荣是 Vietnam 啊，一个生活在比利时的法语区的人跟我说，我才明白了这个该怎么读。它这个为什么叫做万象呢？万象实际上音译的不是这个 Vietnam， 它万象音译的是澜沧王国的澜沧啊，把澜沧音译过来是万象啊，大象的地盘，万象是这么回事。这确实是8一条街呀，感觉非常的 fashion 呢。哎呦，又是一辆北汽极狐，这边肯定有一 4S 店。这个 Temple 不错啊，这 Temple 感觉非常的可以，感觉还挺有意思。我这逆光拍的不好。这里确实是，那儿有一个 DoubleTree Hilton 的 DoubleTree 酒店。可以，这可以。哎呦，我这下了，这泰国差不多啊，这个更猛，这更猛，这光纤，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！特斯拉，你看上海特斯拉，可能就出口到这儿，方向差不多。好了，这一段就拍到这儿。要找一个吧，还真找着了。Cut 10万吉普 ，Hair Wash、Hair Spa、Shave 6万 ，Color 贵哦 ，Color 这是38万啊。哎呦，弄不弄30块钱呢？30块钱是150株。哎呦，150株也便宜，行，10万，来吧。其实我特喜欢这种不是把线埋到墙里边的这种管子，我觉得特舒服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2007年在香港，当时采访一个艺人。就是一个电影人，哎，我看他们那个屋子就是这样。这个 Laos 的这个还可以，这确实是被崇洋媚外了，一个自己的语言的文字都没有。Hair cut、hair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可以，这店还行。泰国的这个商户啊，你看这老挝开发银行。这个 OnePay 是他们这儿在推的一个老挝的 QR code，
然后这边就是银行的 Lao QR Pay， 这就还有泰国的 K Plus 可以在这边配，试一下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码成功了啊，这个码 K Plus 成功了。我试一下微信呢，微信行不行啊？微信，哎，这满大街都是这个法国的这个面包房、红酒店，这一看就有点法国特色了啊，法国特色还是可以的。明儿早晨过来吃这个